上开播，90后小花如何征服茅盾文学奖改编大剧，幕后选角细节首次曝光，一场关于命运与梦想的冒险。2025年春天，一部承载着时代记忆与个人命运交汇的史诗大剧《北上》终于在 CCTV1 的黄金档震撼开播。这不是一部普通的都市剧，而是一部穿越时代、书写青春与奋斗的文学史诗。改编自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《北上》，以运河为线索，以青春为画笔，以梦想为灵魂，勾勒出一代年轻人如何在时代洪流中逆流而上，寻找自我归属的感人故事。然而，让观众最惊喜的，或许并不仅仅是恢宏大气的叙事框架，也不是细腻到骨子里的文学质感，而是剧中女主夏凤花的扮演者90后实力小花白鹿的惊艳表现。她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滴泪水，每一次笑容，都像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观众心中的共鸣之门。这一次，我们将带您走进北上幕后的选角秘密，揭开白鹿如何凭借一部剧、一段经历、一场机缘，成功征服茅盾文学奖改编剧的惊险与奇迹。命运的转折点，从警察荣誉到北上。回到2022年，警察荣誉横空出世，成为当年最具口碑和影响力的现实主义剧作之一。白鹿饰演的女警夏洁，从初出茅庐到历经风雨，她的成长，她的眼泪，她的隐忍，都深深刻在了观众心里。谁也没有想到，正是这部剧为白鹿开启了通往北上的大门。当北上的剧本第一次递到白鹿手中时，她并不是导演组唯一的考虑人选。面对茅盾文学奖的光环，这个角色注定备受关注。而正因为他在警察荣誉中对现实人物的精准刻画，让他在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。他的真实感，他的烟火气，他不刻意雕琢，不故作矫情的表演风格，正是夏凤花这个角色最需要的底色。从夏洁到夏凤花，两个夏字背后的成长与蜕变。有人说，白鹿的夏洁和夏凤花像是两颗命运齿轮上的姐妹花。一个是城市里光影交错的钢铁森林里，用汗水和泪水守护一方平安的女警，一个是运河边长大的普通女孩，在时代浪潮中漂泊、挣扎、逆流而上。她们身上都有着不服输的劲儿，也都有着打不垮的倔强和骨气。白鹿在接受采访时坦言，警察荣誉教会了她如何捕捉普通人的情感纹理，而北上则让他重新思考什么叫做真正的生活。他说，我们演戏的每一秒都是生活里的真实呼吸，这种真实感是导演最看重的宝贵财富。幕后揭秘，角色塑造背后的艰辛扩展版。白鹿对角色的塑造绝非仅靠剧本上的几段描述和人物小传就能完成。对于北上这种时代气息浓郁、人物成长深深镶嵌在社会变迁中的作品来说，每一个细节的真实还原，都是对演员理解力与共情能力的极限考验。白鹿并没有选择简单的背台词、走流程，而是从接下角色的第一天起，就开始主动找感觉。他提前2个月进入运河沿线小镇，住在临河的平房里，跟当地的女孩们一起干活，一起吃饭，一起闲聊。从日出到黄昏，他和他们一样，被烈日晒得通红，被运货的麻绳勒得手掌生疼。这种身体记忆带来的疼感，后来全都融进了他对夏凤花的诠释之中。导演回忆说，有一场夜里卸货的戏，白鹿完全没有提前排练，而是根据现场的环境和真正的搬运节奏即兴发挥。他没有任何偶像包袱，蹲下、起身、咬牙、擦汗，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从他的肌肉记忆里流出来的。他的表演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。这种带着温度和汗水的真实，让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角色生命的厚重感。她在镜头前不仅仅是夏凤花，她就是千千万万运河边长大的女孩本身。这种深入生活、扎根角色的表演态度，真正让人感受到演员对作品的敬畏，以及她与角色之间的情感羁绊。爱情线背后的时代温度扩展版。在北上中，夏凤花和望河的感情线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，而是埋藏在时代洪流中的细水长流。它没有一见钟情的浪漫，
没有声嘶力竭的争吵，更多的是成年人与成年人的重新相遇，是彼此在残酷现实里的并肩和扶持。正是这种不刻意制造的情感张力，让这段感情多了一份生命的真实感和时代的温度。白鹿在采访时曾经感慨，在那个时代，很多人的感情并不是因为有多么强烈的爱意，而是因为彼此经历了同样的苦难，才能真正懂得对方。这种共生式的感情状态，不是一句我爱你就能表达得完，而是藏在每一次沉默的对视里，藏在无数个并肩搬货、一起熬夜的日子里。这种情感像是河道里缓缓流过的水，平静无声，却能灌溉彼此的生命。导演曾经要求白鹿和欧豪在正式开拍前不做任何关于感情线的设计，而是通过一起体验真实的货运生活，自然寻找彼此关系的感觉。从一开始的生疏，到慢慢的熟悉，到最后无声的默契，所有的情感转折都浸润在生活本身。这种表演方法赋予了角色关系最真实的成长痕迹，没有过度煽情，没有用力过猛，正是这种克制与节制，反而让他们之间的情感浓度更高，温度更暖。它提醒我们，时代洪流中那些被忽视的平凡爱情，才是最温暖人心的存在。不只是青春剧，更是时代群像扩展版。北上最令人动容的，不只是夏凤花一个人的成长历程，而是以她为缩影，映射出整整一代运河边年轻人的命运图谱。他们的童年带着泥土的气息，他们的青春裹挟着运货的汗水，他们的人生轨迹始终绕不开那条大运河。从南方的水乡到北方的货场，他们的脚步跨越千里，但无论走多远，耳边始终回荡着家乡船工的号子声。这种群像式的刻画，赋予了北上更宏大的格局和更深的情感厚度。白鹿所诠释的夏凤花，既是个人命运的书写者，又是时代浪潮中的一粒微尘。她的挣扎，她的坚持，她的每一次妥协与奋起，都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。她不是孤立的个体，她背后站着无数像她一样的年轻人。他们的命运被时代推着往前走，他们的梦想也被现实反复碾碎重塑。导演曾说，北上真正要讲的，并不是个人英雄主义，而是时代与个体命运的交错与缠绕。每一个角色都是一段历史，每一张面孔背后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白鹿作为90后演员，她并没有真正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动荡和变迁，但她通过无数次走访、记录和揣摩，逐渐触摸到那个时代年轻人生命里最柔软、最滚烫的部分。这种共情能力是她作为演员最可贵的品质。她不是在演一个虚构的角色，而是用她的身体和情感，成为那个时代里无数真实存在的年轻女孩之一。当她站在运河边，望着远方的河道，她的眼睛里不只是凤花的故事，还有整个时代的悲欢离合。这种群像化的呈现方式，不仅让北上超越了普通青春剧的格局，也赋予了这部作品真正的时代意义。90后小花的全新蜕变，从偶像剧小花到正剧担当，从甜宠女神到文艺剧女主，白鹿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坚定。她没有被流量裹挟，也没有被市场裹挟，而是用一部部作品为自己贴上实力派的标签。导演评价她，白鹿身上有一种很可贵的倔强，她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文学人物的灵魂带到荧屏上。北上开播，口碑热议持续发酵。3月3日，北上正式登陆 CCTV 一黄金档，并同步上线爱奇艺。从开播之初，这部剧就点燃了全网的讨论热潮，白鹿的表演更是成为热搜常客。她太像那个我们身边走出来的女孩了。白鹿的眼睛里有故事，一句句观众的评价是对白鹿最真实的肯定。北上是一代人的青春往事，也是一代人的时代记忆。白鹿用她的真诚与努力，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夏凤花，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成长与归属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也被白鹿的表演打动，如果你也曾为夏凤花的命运流泪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并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将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北上幕后精彩内容。你最喜欢北上里的哪场戏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讨论。
我们下期再见。